大家好，我是金蛋壳。一家去年仍然亏损数十亿美元，收入不到200亿美元的公司，上市第一天，市值却超过了2万亿美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泡沫是什么？因为同样是2万亿美元左右的估值，全球有些成熟公司一年可以赚数百亿美元，甚至市场预期未来可能接近1000亿美元。拿利润一比，SpaceX 看起来贵得离谱。但我认为这种比较用错了尺子。资本市场从来不只是给今天的利润定价，它真正交易的是未来10年谁能控制最稀缺的入口、最难复制的网络，以及尚未被完全打开的商业边界。否则，特斯拉也不可能长期保持远高于传统汽车公司的市盈率。但是，我先把结论说得更完整一些。SpaceX 的高估值不等于荒谬，因为市场购买的是发射能力、星链网络、政府准入和轨道基础设施的未来选择权。但伟大的公司不等于任何价格都安全。据多家媒体报道，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完成发行，首笔交易大约150美元，盘中一度超过176美元，最终收在160.95美元，较发行价上涨约 19%。首次公开发行融资约750亿美元，发行估值约 1.77万亿美元，收盘市值约 2.1万亿美元。这是一场历史级别的上市，也是一场历史级别的预期交易。问题不在于 SpaceX 有没有价值，而在于市场已经提前支付了多少年的成功。第一层价值是可复用火箭正在把发射变成基础设施。传统航天的核心问题是每次发射都像把一架昂贵的飞机用完就扔掉。SpaceX 用猎鹰9号的回收和复用，把发射频次、成本和可靠性推到了新的水平。当一家公司可以更便宜、更频繁地把载荷送入轨道，它就不只是一家火箭制造商，它更接近太空时代的港口、高速公路和物流网络。基础设施入口的估值方法天然不同于一次性卖产品的制造企业。第二层价值是星链，单纯看卫星数量并不足以理解它，真正重要的是 SpaceX 同时控制火箭、卫星制造、发射、地面终端和用户网络。竞争对手如果只做卫星互联网，就必须向发射公司采购运力；如果只做火箭，又缺少稳定的内部需求。SpaceX 把上下游放进同一个系统，让发射能力为星链服务，也让星链的现金流和需求反过来支撑发射规模。这就是网络效应和垂直整合带来的复利。第三层价值是政府和国防业务形成的准入壁垒。航天并不是一个只看技术参数的普通行业，可靠性记录、发射许可、国家安全、政府合同和供应链能力共同决定谁能进入核心市场。一家公司一旦成为政府和军方的重要合作伙伴，它获得的不只是订单，而是一种非常难复制的信任资产。第四层，也是市场最容易兴奋的一层，是未来选择权。星舰、月球与火星运输、手机直连卫星、轨道数据中心、太空算力，以及 SpaceX 与人工智能业务之间可能形成的协同，这些业务今天还没有完全成熟，却已经进入估值。这正是预期估值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一项业务有可能实现，不代表它应该按照接近100%的成功概率计价。市场往往会先把故事变成数字，再等待公司用10年的执行把数字变成现实。所以，不能因为 SpaceX 当前利润不高，就断言2万亿美元一定错误，但也不能因为它的未来很宏大，就认为2万亿美元一定便宜。这两种判断本质上都跳过了概率。接下来我们看上市首日为什么容易出现高溢价。第一，可交易筹码有限，而全球关注度极高，大量投资者想参与，但短期供给没有完全释放。第二，机构担心自己低配，面对可能快速进入重要指数的超级公司，基金经理不仅担心买贵，也担心完全没有仓位。第三，个人投资者购买的不只是财务报表，还在购买埃隆·马斯克、火星、人工智能和人类未来的叙事。这三股力量叠加，会让首日价格更多反映稀缺筹码和情绪，而不是长期现金流的精确折现。因此，
我对 SpaceX 的第一个明确判断是，不要用当前利润否定 SpaceX， 但也不要用长期梦想替首日价格辩护。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它今天市盈率是多少，而是当前市值隐含了怎样的星链增长、星舰成功率、资本开支和长期利润率。第二个问题是，这场首次公开发行对其他资产意味着什么？750亿美元不是一个抽象数字，投资者认购新股需要真实资金，机构可能出售原有科技股，个人投资者也会从其他风险资产中转移仓位，媒体注意力和交易热度同样会集中到新公司。巨型首次公开发行相当于突然增加了一块极具吸引力的成长资产供给，它未必让整个科技板块永久下跌，但会改变资金在不同资产之间的排序。尤其是当 Anthropic、OpenAI 等超级科技公司也准备进入公开市场时，流动性虹吸就不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可能成为一段时期里的结构性压力。对特斯拉来说， SpaceX 上市既可能带来马斯克体系的估值映射，也可能分流原本集中在特斯拉身上的稀缺性溢价。对火箭实验室、AST、太空移动、直觉机器公司等公司来说， SpaceX 会抬高整个行业的关注度，但也会让投资者重新比较技术壁垒、合同质量和估值差距。对高估值人工智能和软件股来说，问题更加直接。当市场上出现新的顶级成长资产，旧资产必须拿出更好的业绩，才能守住原来的估值。而这一切发生在全球流动性并不宽松的时候。日本如果继续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会影响长期依赖低成本日元融资的套息交易。美联储如果在通胀和就业数据面前保持偏鹰，高利率和高实际利率就会继续压缩远期现金流的限制。高估值科技资产最怕的不一定是公司突然变差，而是贴现率上升，同时可选择的优质资产供给增加。所以我的第二个明确判断是， SpaceX 长期值得持续研究，但上市初期必须警惕情绪溢价、筹码结构和全球流动性共同造成的回撤。这不是说它一定会跌，而是说短期风险收益比明显没有长期产业故事那么漂亮。未来我会重点跟踪6个指标。第一，上市后的成交量、换手率和价格波动。高换手如果伴随价格滞涨，说明新增需求可能正在被抛售吸收。第二，可流通股比例和后续解禁安排，真正的供给压力往往不是首日，而是在更多筹码可以卖出之后。第三，新链的用户收入、每用户收入和资本开支，用户增长很快并不够，最终必须证明网络可以产生可持续现金流。第四，发射频次、政府合同和利润率。发射越多不等于价值越高，关键是规模能否转化为盈利和壁垒。第五， Anthropic、OpenAI 等潜在首次公开发行的时间表。超级资产连续上市会决定流动性虹吸是短期噪音还是结构性趋势。第六，美债实际利率、美元和日本政策利率，它们决定全球资金愿意为遥远的未来支付多高的价格。最后总结， SpaceX 的长期价值来自入口、网络、准入壁垒和未来选择权，不应只用当期利润否定。但它的短期风险来自市场把太多成功提前写进价格，也来自750亿美元融资和后续超级首次公开发行对全球流动性的争夺。我的结论很鲜明， SpaceX 可能是一家足以改变未来20年的伟大公司，但上市第一阶段，它更像一个需要等待价格证明自己的资产，而不是一个仅凭故事就可以忽略风险的价格。不要把公司伟大和价格安全当成同一件事。我是金蛋壳，我们下期见。